漫美剧《夜魔侠》重生第2季高能预警，关键人物死亡，马特·默多克放弃夜魔侠身份。故事发生于夜魔侠第3季后，马特与好友凯伦与伏吉前往乔西酒吧放松心情。尽管电视中有关夜魔侠与白虎执行正义的录像让新角色杜菲与樱桃担忧，但一切都在夜色下显得放松优雅。直到伏吉接到了一通来自辩护对象班尼的通话，让马特立刻回归夜魔侠身份，前往伏吉的公寓拯救生命。但半路上，超听感官分明感知到了来自班尼对伏吉的道歉。这意味着所谓的好友威胁，只是为了调开夜魔侠，方便某人在酒吧大肆屠杀的借口。果然，下一秒，伏吉便中枪倒地。阴影中，巴彦丢出烟雾弹，并企图枪杀凯伦。多亏夜魔侠及时赶到，救下了对方。而两人在酒吧展开了一段长镜头的打斗。战斗过程中，巴彦对路人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叠加夜魔侠超听感官中还有伏击重伤下的心跳，这让夜魔侠爆发出了无比的愤怒。两人战至天台，武力碾压下，巴彦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伴随楼下伏击心跳的停止，夜魔侠终于突破了自己的不杀原则。伏击的死亡让夜魔侠崩溃，他脱下面具，这让樱桃发现了马特·默多克就是夜魔侠的真相。马特自此放弃了夜魔侠的职责，并在接下来的1年里成立了默多克与杜菲律师事务所，而他们的下一个案子正是对巴彦的审判。法庭上，阔别1年的凯伦来到了会场，让马律师稍显紧张。不出意外的终身监禁判决却无法挽回那晚的悲剧，两人的恋情告终，凯伦也没打算与马特长谈。另一边是凯伦在与马特夜魔侠面具断裂的一角，没人清楚这是否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I found this at Josie's. You might want it. Take care of yourself, man. 另一条线索，金炳决定竞选纽约市长。他找到了阔别已久的妻子，尽管这些年爱人将地下黑帮代理得很好，但金炳还是期望以大局为重，让妻子暂停所有的灰色产业链。 There can be no gray area. I've been informed that I have the 25,000 signatures. It's time. 但明显，金炳的参选让刚刚失去挚爱的马律师更加烦躁。 Tonight I'm declaring my candidacy for mayor of New York. 为了让马律师重振心情，工作还有杜菲略施小计的让他与心理医生海瑟相识。新鲜感的交谈下，生活似乎重新回到正轨。事后，本该抱怨杜菲擅自多情的指责，也变成了索求对方手机号码的玩笑。Alright, you can text me a number. 他推门进入好友樱桃的办公室，但对方似乎对金炳竞选的事项显得格外担忧。毕竟，对于一个曾经的黑道帝王，律师们能做的就是半路绊倒对方的竞选。 Look who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an crushes I every... know you think I don't know. I know. Well, this city actually elected him. Maybe New York's getting the mayor it deserves. 演讲大厅外，人们簇拥金炳出门，但出乎意料的是，马律师竟然上门邀请对方畅聊一番。咖啡馆，金炳夸下海口，自己要让纽约再次伟大，并承诺伏击的死与自己毫无瓜葛。而马律师也坦言，自己放弃夜魔侠是因为好友的死与自己搏杀原则的突破。但一旦发现金炳有邪恶的企图，那么夜魔侠就将回归。 But you should know I was also raised to believe in retribution. So if you step out of line, I will be there. This caution that you're giving me, who's it from? Matt Murdock or... 两人针尖对麦，忙不欢而散。夜晚，马特与海瑟约会，但路上他们却得知了金炳正式当选纽约市长的消息。年轻人们欢呼雀跃，兴奋自己选出了一位传闻黑暗却又正符合民粹的市长。与海瑟吻别后，马特意识到了高台上的金炳，而金炳也在凝视深渊。第2季开场，金炳的上任宣言便是立法义警法案，让所谓的蜘蛛侠与夜魔侠无处遁形，以阻止飙升的犯罪率。 We don't need a gun-toting vigilante who wears a skull on his chest, or a man who dresses in a spider outfit, or a guy who wears devil horns to save us. No. 但另一边，新角色海克特却在地铁站见证了一场霸凌，正义感让他出手相助。过程中，一名歹徒却以同伴绊倒，被地铁撞死。剩余歹徒立刻亮明自己是纽约警察的身份，将对方逮捕。 NYPD, do not move! 警局，马特本想推动另一场案件的进度，却听到了审讯室警员们的刑讯逼供。正义感驱使他主动与海克特见面，免费律师的噱头下，马特获得了对方的认可，进而得到了案件的原委。但显然，对于某些细节，对方的心跳遮盖不住谎言。 Is there any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No, man. No.
替一个杀害警察的罪犯辩护，引起了全城的舆论，就连新任市长金并都对案件抱有关注。借助超听感官，马特很快锁定了当晚在场的警察，这为下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这家警局请了最昂贵的律师帮助，让马特对本案的隐情更加担忧。果然，法官不容任何辩论，便判决了拒绝保释，这注定海克特只能留在监狱。 He's also accused of killing a New York City police officer. Next case, please. Thank you, Your Honor. 另一边，路上的坑洞堵住了新上任的金并，不顾助手的阻拦，他直接下车，以市长的命令跳过各类法律文书，要求市政部门立刻填补好坑洞，恢复交通。此举让本就好奇对方的民众拍摄抖音宣传，而金并首次尝到了权力操控舆论的滋味。 I assume that is what you meant by optics. Yes, Mayor Fisk, it was indeed. 但显然，面对舆论，自己仍然需要处理好看不起自己的警局关系，以及长期不愿与自己同框妻子的事宜，否则他就一定会因各类记者的调查让支持率大跌。 One of my sources at the NYPD tells me that Gallo is now poised to resign. Gallo is a celebrated police commissioner, maybe the most beloved the city has ever seen. That NYPD's rank and file are planning on standing behind their guy in protest of you, Mr. Mayor. Just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Mrs. Fisk. Sorry, but I'm out of time. 没错，又有黑道背景，加罗警长从未正视过这新任市长。当然，这天本该辞职示威的他，不仅遭到了金并的正面拒绝，更是在各类政治要求上都遭到驳回。毕竟金并是我对方家人。 So what do you say, Commissioner? Do we have a deal? Fine.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回到马特的线索，为了帮助海克的犯案，他发动了律师所好友，前去大家询问真实的情况，却意外得知对方就是白虎的真相。 White Tiger. Really? You investigating me? We talked for hours and you neglect to tell me that you moonlight as a vigilante. I was in suit. 一警杀警，这样案件更加困难。想要证实当晚死者为自己扳倒，就必须要找到被救下的证人尼基。剧情下，马特利用听力跟踪上了那位警察。值得欣慰的是，女友海瑟拨来电话，表示两人晚间的约会需要延期。只不过马特不知道的是，他要心理疏导的对象正是金并夫妇。 I'm her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ose my wife. 夜晚，马特终于等到了警员们的进一步行动。他们企图谋杀证人，坐实海克特的罪行。 at 950 West 185th Street, apartment 30. Meet you out front. Call Cherry. 循着线索，马特率先来到证人家中，并及时让对方脱逃。不留空的警察们本想进一步追杀证人，却被马特阻拦。本就怒气拉满，加上对方盲人的身份，两个黑警对马特拳打脚踢，并动了杀心。为了自保，多年不曾动武的马特终于驱动了自己夜魔侠的一面。夜魔侠重生前2集直接给观众迎头一击，并为接下来与金并的故事埋下了众多伏笔。下周将会更新第3集，惩罚者随时将会登场。下期分享夜魔侠重生第2集，隐藏彩蛋。